你会发现我们要学的东西真的很多，对不对？万一有一天我不能了，你们就要上来讲。因为我最近真的很忙，真的很忙，我找不到他们两个，我有点生气。因为老板在什么地方聚会，应该知道那个事情很重要的，对不对？因为我是代职嘛，所以很多同工你们很多事情我觉得要准备，就是我们不是只来听一篇道。我常常训练你们，我们训练你们做牧师。因为为什么呢？你要关心一个人，你只有不要跟他讲真理，你还要关怀他，你要知道怎么跟他祷告，你要教导他怎么去看圣经，你要教导他怎么去安抚人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一个基督徒不能只学单面的东西。我只能唱歌的，我其他的不会的，那你不是一个合格的基督徒。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要做。就是你看到一个朋友，你怎么唱诗歌，你跟他怎么唱，然后你怎么关怀他，你怎么劝他读圣经，这些都要训练，都要训练。台湾的教会啊，你看台湾自不自由啊？自由。他没有20人啊？没有。全世界很多国家20人，你知道吗？但那些国家基督徒生命都有成长，很奇怪。台湾太舒服了，我们太舒服了，反正信主人很少。台北市那个连天主教一起加进去大概10%，为什么这么少呢？问题都不在神，也不在他们，问题在我们。为什么呢？一栋豪宅只卖100万，在大安路，你竟然卖不出去，问题不是那100万，问题也不是那个豪宅，问题在谁啊？推销的人，对不对？问题是推销的人。我们今天是推销神的。所以我们真的要随时要绷得很紧，绷得紧，很多人都觉得绷得紧很不舒服，刚刚相反，你的人生越上轨道，绷得越紧，你会越舒服。你看那些人自杀的人是什么原因啊？没有盼望啊，他什么都不想做。失败的人是什么原因啊？他什么都不想做了。一个积极人不会去出问题的。你有没有看过非常积极的准备要去读医学院的，对不对？要有问题很难。所以我们的观念常常的错误，我们都要想舒服，舒服不是个好事情。创世纪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汗流满面，怎么样？才能糊口，这是祝福。一个不汗流满面的男人，一定是非常没有用的男人，一定是在生活上，在家庭没什么地位的人，你汗流满面才能糊口，是个祝福。女孩子要生产之苦，没有生产的苦是个祝福。现在很多人说我不要生产，怕痛，没祝福。所以观念要弄清楚。我们不是跟着社会的观念，我们要跟着什么？圣经的观念。所以利未记12章很短短的，今天谁导读？第一次导读的第一我没听到你导读，蛮可惜。我应该回去听听录音带啊。这人事时地物，他发生了什么事？是男孩是女孩献祭。对，还有解禁多少天？解禁男孩的话是总共在40天，女孩总共在80。对，为什么有不一样？为什么有不一样？我不知道。圣经这样想，我就这样想起来。很多东西没法解释，对不对？姊妹要顺服丈夫，为什么这样子？圣经这样写，我这样做，我就蒙福。丈夫要爱妻子，为妻子舍命，为什么要爱他？他都不爱我，不是爱他。圣经怎么说，你就怎么做，就是蒙福。我们人类的痛苦在哪？就是站在自己的立场。自己立场很多问题，你觉得今天天气冷不冷啊？对不对？有人觉得非常热，对不对？如果从印度来的人，哇，今天台北早好冷啊，印度现在50度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观念每个人不一样的，是不是？在我们这边吃起来，哇，这个东西这么难吃啊！你找个非洲人吃，哇，什么这个人间美味啊！同样的食物，为什么？就是我们的心态。所以为什么要给你真理呢？真理就好像指南针一样，抛在那个地方，用锚，这个船的锚抛在那边，让你什么？这个转动的一个。不管社会怎么变，你的思想怎么变，你知道神怎么说，你照着做就一定对。
那如果你照世界上的方法做，有时候有些偷鸡摸狗的，会有一点点帮助，但最后你还是吃亏。所以为什么读真理就是这个意思。那除了这个男生女生时间不一样，还有什么不一样？还有献祭的献祭不一样，男生要献什么？男生要献，都一样，要献什么祭啊？他要摆上什么？什么羊啊？羊羔，羊羔，什么叫羊羔啊？拿小羊，小羊，1岁的，对，岁小羊，小羊啊。你羊羔不是刚出生的 baby lamb 哈？对，它大概1岁、3岁以下的都叫做羊羔。OK，好，羊羔。然后我们献祭，为什么我们生孩子为什么献祭给神啊？感谢神。我为什么感谢他？因为我们的这个还是赐给我们的产业，就是我们的产业。你们为什么感谢我啊？我迟到还感谢我，还鼓掌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来服侍你们嘛，还没拿你们钱嘛。如果今天我是打工的，我迟到的话，老板一定骂死我，那个小组长一定骂死我，你这么晚来，对不对？拿我钱还不做事。因为今天我是来服侍你们，我是来关心你们，我不是要来劳役你们，我不是要来害你们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来到这边，虽然迟到，你们仍然都欢迎、开心。今天神也是一样，如果我们没有感恩的心，神怎么做我们都不会舒服，同意吗？同意。所以基督徒为什么觉得很痛苦？因为他没有感恩的心，他觉得什么东西都是理所当然，他觉得什么事情都是我有本事才有这个地位，我有本事我才有这样子的钱财，我有本事我才有这样子的修养。我们没有感恩。如果有不感恩的呢，一下子遇到这些小问题，我们就会发怨言，你忘记恩典，看到缺点。所以为什么要跟大家说，你什么事情要正面看？我们不是阿 Q 精神啊，阿 Q 精神就是说，哎呀，不管怎么样，鸵鸟政策不是，鸵鸟政策是行不通的。阿 Q 精神是行不通的，神的道几千年来是行得通的，是证明给我们看是行得通的。我常常说，我没有看过一个基督徒死之前说：“哎，我真倒霉，也认识了耶稣。”就说他死得很不好看死得很不得胜死得很糟糕了。你有没有听过他说：“我真的倒霉，信了耶稣，我应该去信佛主。”有没有听过这样子啊？没有。他都是觉得自己不够爱主。如果人生再给他一次机会，他不会这样做。这个是懊悔，但是太晚了。所以我们平常就要做好准备，对不对？我们不要到那一天的时候，才说主啊，我不够爱你，这个话价值不大。你的孩子看到你的时候，也没有什么见证对不对？两头不吃好所以我们就平常就要准备，要有感恩的心。所以利未记其实因为这个第12章是很简单，就讲到约经的问题。那神为什么将约式要放在圣经里面呢？为什么？这么多事情可以写，为什么写这个事情呢？女生这么多，你讲讲看，什么原因？因为他们就是一定会生小孩，对啊，那为什么这样？必备发生的，在旷野里面必备发生的事情所以为什么他要讲这个事情？重要，很重要，当然重要，不重要就不会写。但问题你知道什么叫重要吗？你知道重要，跟了解重要不一样。每个孩子都知道读书很重要，但为什么人就不读？每个人都知道努力工作很重要，他为什么不努力？所以了解重要跟知道不一样。我知道很多事情，我知道鸟会飞，但我不一定了解鸟，对不对？对。我知道女生会骂人，但我不一定会了解女生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老板很抠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不一定会了解老板是不是？所以知道跟了解不一样。所以你知道写在圣经里面的都是非常什么重要？那你要了解这个重要性在哪里？神连这么小的事情都告诉我们，表示说神对我们每件事情都很重视。他为什么重视我们？他关心我们。对
对不对？你对一个爱的人，你很多东西会关心他嘛。但是我们常常做的关心的事情过了头，哎，孩子啊，今天太冷了，加件衣服吧，管太多了吧，对不对？他就会这样对你，对不对？你看起来多吃一点嘛，多吃一点不要啊，没有，我要瘦一点。对，人的性情呢都是反叛，你跟他讲什么，他就反什么。除非你跟他讲这个了解真理，他才知道你做一切是为他好。所以整个利未记里面，其实讲的东西好像跟我们现在没有关系，对不对？谁在献祭啊？没有啊。那为什么读利未记呢？一定是很重要的。但是你了不了解这个重要性啊？所以我今天呢，除了12章呢，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整个利未记哈。利未记一共有几章啊37，千万不要说是我学生，我的出这个凤一族啊，凤一族已经5年了，到第6年了哈。好了，你们这样子考你们算了。创世纪几章啊？50章，讲几个人物啊8个，背一下吧。亚伯、以诺、挪亚、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约瑟8个人物啊。那天我们去另外一个小组，他先说亚当、夏娃。创世纪里面很多人物啊，为什么就提8个人物？因为就可以讲完整。因为很重要。世界上很多人，为什么我们可以信耶稣？为什么你可以做到这边？我刚才停完车上来的时候，看到很多人都在游晃，都在打屁了，是不是叫打屁的？打屁吧，这家话叫空窝，空话，就讲空话，就不实在的，没事情的，不知道讲什么，对不对？就是聊天，对不对？很多人他们不认识神，那为什么你们能够坐在这边？这么多人，为什么只有你们被写在生命册上？重要，对不对？创世纪人物很多哎，为什么只有这8个人被神特别纪念他们？对不对？亚当、亚伯、以诺、挪亚、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约瑟，为什么特别纪念他们？你就看这8个人的故事，他们一生都是在顺服神，给神的带领，所以顺服跟带领很重要。所以50章讲了8个人物，出埃及记几章？40章。出埃及记主要是讲2件事情，对不对？第一件是什么事情啊？出埃及，找到秘诀了哈。所以他们怎么出埃及？就是前面12章有一些故事啦，对不对？你知道很重要啊，知道出埃及嘛？第一章重要在出埃及，第2个呢？结会幕。对，所以找到重点。其实没有这么难。出埃及，所以法老不给他们出，他们要出就发生了一些问题，对不对？因为要出到埃及，他们中间有一个事情很重要，介入出埃及跟建会幕之间有一件事情很重要，就是出埃及记12章逾越节，对不对？他们必须要过这个逾越节，才成为神的选民。那逾越节是表示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必须要受洗，归给神，才真正成为他的子民。埃及代表世界，我们都在世界的里面。过了个红海，有人说红海代表受洗，也可以。在圣经里面呢，有3种跟水有关系的，非常重要的，对不对？第一次跟水有关系很重要是什么？挪亚方舟嘛，这个还不知道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挪亚是个人物嘛，他被8个人物之一嘛。水重不重要啊？重要。第2次的重要是什么？就是出埃及记。过红海。过红海是脱离什么？脱离世界。挪亚洪水是脱离什么？脱离旧造很好。脱离旧造，脱离死亡，进到方舟里面就得到生命了，对不对？红海这个过红海就代表说我离开了这个地方，离开了埃及。那有人很多人说我心里好像不要受洗，就是留在埃及做基督徒。那留在世界上做基督徒可不可以呢？可以，但是一定会有很多的试探。
就好像我们同居就好了，不用结婚，可不可以？可以了，一定3天2天吵架，你吵完架2个月3个月就离婚，为什么？太容易了嘛。过了红海是什么意思？本来在埃及的，我过了红海以后呢，我再想回去有点困难。所以神跟我立约，要我们知道回去有点困难。方便的事情不是很好的事情，有点困难的事情，你做起来才有点成就感。所以洪水是为了脱离死亡，脱离旧造；红海是脱离世界，归给神。第3次就约书亚记的时候，他们过约旦河，做什么？得产业，得产业。我们不能40年在旷野间很浪费时间，我们不能做基督徒，不能一辈子在旷野流浪啊！很多基督徒在这流浪啊。你说他是不是新基督徒？他也是基督徒，对不对？他也不会去怪。但是你说他有没有产业？看起来没产业，对不对？看起来这什么都没有，对不对？处理事情跟外邦人一样，发起脾气比人家还要大，对不对？对。有什么问题的时候，他也不祷告神，他去找里长、找立法委员，对不对？他不会去找神。这是做跟世人做的事情一样啊，所以表示你还没有过什么约旦河，过约旦河你就要什么征战，结果都讲过了嘛，约书亚记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们跟着听的话，你很多5年6年，你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得胜的基督徒。你的生活里面，你根本不会有任何难处能够摸得到，可能摸你一下你会感觉到，但是不会成为你的累赘，不会成为你热衷的事。因为你知道神做事情的原则，所以3种水，好吧？这个学习到，第1种是什么？洪水，对不对？脱离什么？脱离旧造，脱离死亡嘛，在洪水里面就死路一条嘛，对不对？第2个是什么？过红海，离开什么？世界。那我可不可以在世界里面做基督徒啊？也可以，那你一定会非常的失败。那你说我们现在做基督徒还不是在世界里面吗？没有错，我们肉身在世界里面，但是我做事情的原则是跟着天国的原则，不是跟着世界的原则。人在哪里不重要，有人不是说心在什么？曹营，人身在曹营，心在汉，对不对？谁是这样子的？那个谁嘛，关公嘛，对不对？打仗失败的时候，他不是给曹操带走了吗？给他礼物，给他这个嘛。他的心有没有在曹营啊？没有，他的心在哪里啊？在汉。那个曹操拿了个千里马，对不对？那个司徒马，对不对？对，司徒马就给他那个关公一骑上去，跑，他说谢谢那个曹操送他好多金银宝石女生，他都不要。他拿到一匹马，他高兴得不得了。曹操说：“我终于收服这个人的心了。”怎么着？关羽讲一句话：“谢谢丞相，有了这匹马，我知道刘备在哪里，我马上可以走。”所以他的心在哪里啊？在。他人在哪里啊？在曹。所以我们人在世界上没有关系，你的心在哪里很重要。我们在世界上，但是我的心是向着天的。我做的事情原则是照着圣经。对不对？你照了圣经，就一定符合宪法。因为圣经比宪法法律高太多了。是不是？对。你符合法条，你不一定符合什么圣经。你请个好律师就符合法条嘛。对不对？死的讲成生的嘛。对不对？错的讲成对的嘛。有些律师很厉害的。是不是？但是你不符合圣经啊！圣经是说，你嘴巴里面所说的句话，我都要记住。第3个是什么？约旦河得产业，一过得产业，不是躺在那边得产业，马上就要什么征战。凡你脚掌所踏之地，神就说赐给你，你要脚掌所踏，要行动，对不对？你看约书亚带领这么多的以色列人，耶利哥城、埃城，这北方联盟、南方联盟，结果都讲过的故事，对不对？他在7年里面全部俘虏回来。他们得到产业。今天出埃及记第1个就是出埃及，中间有一个叫逾越节。逾越节跟前面讲的3个，其实洪水、红海、约旦河3个在真理上都是一样，都讲到救恩，对不对？都讲到救恩嘛。你不在方舟里，你就没救恩。
你不过约旦河，你就没有救恩；你不过红海，你就没有救恩。所以三个都讲到救恩，是从不同的角度去讲这个救恩。不同的角度讲，所以中间有一个逾越节。逾越节是什么？救恩除了神帮你预备的，你还要有一个你的愿意。前面方舟是神预备的，对不对？你没有做任何事情，对不对？就是进到方舟里面。红海是神预备的，那个水不是你挖干的，那个水是神自然分开的，你只是走过去而已。约旦河也不是游泳过去的，对不对？月桂一停下去，约旦河的水就一起成垒，对不对？两边的约旦河是最斜的，它斜度有多少？1000公尺，从最高到最低，最高是什么？黑门山。约旦河这个黑门山的雪推了以后，它们就会流下来，所以它是非常斜的一个结构，正到哪里啊？死海。所以约旦河整个海水是不可能风平浪静的。它是非常汹涌的，它既然可以立起成垒，就突然之间就立起来。你看到这个好像电影里面，哇，这水在那边，你可以过去，都是神做的，我们没有做。所以逾越节告诉我们说，人也有责任，责任跟功劳不一样。我煮好饭给你吃，这就是你说我吃的就是功劳，你吃有功劳吗？没有功劳啊，对不对？你做那个饭才有功劳啊。是不是？我说我打开嘴巴有功劳，拜托，这个叫功劳，对不对？这是你该尽的什么责任？所以恩典为什么叫做白白的呢？信不是功劳啊，信是你的责任。我要给你一个礼物，你不要也是你的责任，你要也是你的责任，你没有功劳的。如果你替我做了2年工作，我给你一个礼物，那就你的工价，那就不叫恩典。所以逾越节上要告诉我们另外一点，就是你要有责任。什么责任呢？神说透过摩西，你要将羔羊的血涂抹在门窗门面上面。第一，你要相信。你不相信，你就不会做这个事情。对。你要勤快，你不勤快，你就不会当天就做。对不对？你不勤快，你就不会涂门窗门楣，对不对？你就杀了就算了，吃掉了，对不对？什么都没有做，你要有人有责任。你要相信去杀，还要涂上门框门楣。第三个，那天晚上你不要离开你涂羔羊血的房子。你涂了以后，你离开，他一样击杀你。所以不是看到房间里的人好，而是看见羔羊的血。所以这个房间里面，我相信有很多埃及人，因为他们在埃及多少年了？430年，一定有交到朋友。所以他跟他的朋友讲说：“我的神告诉我们，今天晚上你如果没有羔羊的血涂在门窗门上，你的长子就要被击杀。”有没有人相信呢？一定有，但大部分可能不相信。为什么？因为死的人蛮多的嘛，对不对？只有一些闲杂人等，相信的人很少。你说有没有犹太人不相信就被在外面击杀的呀？也有。所以这个就是逾越节，就是出埃及记12章。你能过了逾越节以后，就后面就见会幕的事情了。那我们今天就到利未记。当会幕建好了以后，会幕是什么意思啊？神同在的地方。对，我们人看不到神，但是我们人喜欢有一些东西代表神。对。像基督徒喜欢挂个十字架。对。其实你不挂十字架，跟挂十字架跟你做基督徒没有什么关系。对。很多人挂了十字架，他也不是基督徒，他就蛮好看的，对不对？很多人教会他不一定信耶稣。很多教会很漂亮，它不一定有神同在，是不是？神是一个灵，我们敬拜他用什么？心灵跟诚实。只要你心灵诚实敬拜神，那个就是教会。教会不是个 building， 教会是神同在的地方。所以2、3个人祷告，神就与我们同在，那就是教会。对不对？你盖了很大的教会，神不与你同在，那也不叫做教会。所以这个观念很清楚。所以利未记的建立的会幕是神与我们同在的地方。我们人为了感谢神，所以我们有相当的一个回馈。这个为什么叫回馈呢？
就旧约里面，因为你要付出点东西。牛羊要不要给钱啊？要啊。你不是每个人都住在圣殿旁边的，有的人可能住在加利利海啊。你要来献祭，对不对？你不能打个电话来，天长，你帮我献个祭好不好？我犯了罪，不行啊。你要亲自什么？牵着牛羊，从加利利牵到耶路撒冷很远的。对。还有你献的祭，你不能说本来在加利利出来是完美的好羊，你的中途不小心掰咖了，也不能献，你还再买一次回来。你要不要付出代价？要啊，对不对？你还不小心晚上给个龙咬了一口，比如说可能看不见，去献祭不行的人，要被击毙的人，很大的责任。所以我常常说，读了利未记以后，你才发现现在做基督徒太有恩典了。好了吗？太舒服了，太舒服了。你一个礼拜最多是礼拜天聚会吧，参加个小组吧，祷告聚会参加吧，3个时间算起来，现在很多教会主日大概2个小时，小组大概要2个小时，祷告聚会2个小时，6个小时，一个礼拜你知道多少小时吗？7乘以24是要多少小时吗？你只用6个小时服侍神，很多人来做不到。所以将来神要审判你，你真的没话可说。神说：“我为你付出了最高的，我的儿子是给了你们，你为我付出什么？”对，所以我们就是你服侍的很，所以我常常看弟兄姊妹说：“哎呀，这个累那个累。”我看到他就讨厌。你累，回去看看利未记。犯罪5种祭要献，燔祭，燔祭是做什么？全部给神，全部给神，这个是个要求。对的，还有什么？素祭，素祭是为了什么？感恩，对不对？平安祭什么？也是感恩。赎罪祭也是必须要的，犯罪想不献不行。赎愆祭亏欠人，赎罪祭是亏欠神。所以都有，你亏欠人、亏欠神。你看我们今天亏欠人才多了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如果照了旧约的话，你哪里去买牛羊啊？对不对？你要付出的代价要付出多少？虽然是穷的人，神说没有关系，你没有牛羊可以奉献什么？猪歌、斑鸠。神也很怜悯我们，斑鸠你还是要去买呀。对。现在你聚会有没有拿个斑鸠去啊？没有啊。所以你是不是很舒服啊？9点聚会，你还8点50分到，你还是叫得到吧，对不对？如果像以前一样，你9点聚会，8点50去买斑鸠就买不到了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是都要付出代价。所以利未记就告诉我们说，建立了恢复人对神一个回馈，一个感恩。神定了，他愿意做，凡耶和华所吩咐的，我都什么？都照着正气，都照着正气。所以后来啊，人也是很懒的。从加利利拖一条牛来，中间发生这么多的问题，可能也没有办法。所以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呢，圣殿就变成买卖的地方。人很聪明。加利利有个人犯了罪，打电话给这个一个帮办。对不对？这个就是这个叫做经销商，经销商啊，也是 Benz 的经销商嘛，对不对？也是 BMW 的经销商嘛，也是肯德基的经销商嘛。打电话来，我叶某人犯了罪，我要先知牛，打电话去。那个时候没电话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办呢？总有办法嘛，把它摆点加急嘛，对不对？起码都有办法，人都有办法。所以你发现耶稣基督那个时候，整个圣殿里面做买卖，换钱。为什么换钱呢？因为旧约利未记有讲到，不是一般的前辈，是分别为圣的前辈才行。所以大祭司就很聪明，既然是这样子，我就想的话，人为了赚钱了，想尽办法。人为了爱主啊，都不想办法。你这有投神的喜欢，你一定有办法。人就是为了自己想尽办法。所以祭司就出茅招啦，我这边的钱都圣洁的，你用新台币来换新台币，你的新台币是旧的，我的才是圣洁的。你会不会说100块换100块啊？不会。对，他讲什么？一定是100块换80块了。这就是为什么在圣殿里面，在耶稣基督那个时候有兑换银钱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为什么有牛羊呢？你这么远牵一条牛来到里面死掉了，你不用
你换了我的钱，跟用这个钱卖我的牛，就是剥2层皮，是吧？你100块，我给你80块，给完80块，你卖我的牛，这个牛一定是比外面贵还是便宜啊？贵，你就知道了嘛，所以这就是剥2层皮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台湾的高利贷就是学圣经的，学圣经里面的祭司啊，那坏祭司啊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这样子弄啊。所以生活跟我们圣经是很相似的地方。所以利未记里面说的献祭，神也告诉我们人为什么献祭？因为你犯了罪以后，你不献祭，你会觉得说不痛不痒，你的罪会不停的什么就搅扰你。就现在我们犯法，为什么要叫你把它去关呢？因为犯法不用关，那世界大乱了。刑法可以让你有所警惕。对不对？所以大家作弊出来，站在这边给大家看，这个往往人今天作弊站1个礼拜，很丢脸啊。下次你想作弊的时候，不要了，那个兴业的上次被这样站在上面很丢脸，我不要了，你就不敢作弊。如果作弊没事情，那全班都在作弊了嘛，对不对？今天吸毒会被抓、会罚款、会做什么事情，他才会有警觉嘛。所以神很多的处理原则，有很多人说。夏娃跟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果子，神为什么处罚他？不要处罚他就好了，就是刚刚我讲的道理嘛。不处罚，后患无穷。神为什么审判所多玛？为什么审判俄摩拉？不惩罚，后患无穷。神为什么叫以色列人最后离开了神？为什么他们被俘虏去巴比伦？不处理，后患无穷。神的时间跟我们不一样，我们人生最多是100年、120年，神是永远到永远。他看的东西比我们远很远，他也不是在乎你一个人，他是全部的人类。所以利未记里面所献祭，所以除了献祭，他还告诉我们哪一些洁净与不洁净的东西。那这边有个观念，洁净跟不洁净跟好坏没有关系。这个要了解。很多人说洁净的是好的，不洁净的不好的，那他下面有个神学问题就没办法解决了。神为什么创造不好的东西？是不是？所以洁净与不洁净都是什么？好，就是男人跟女人，没有强跟弱，没有蠢跟笨。神就创造2种不同的人，一个叫 XY， 一个叫 XX 嘛，对不对？就是不同的，没有好坏之分，没有好坏之分。所以洁净的跟不洁净的，只不过是那个时候公共卫生、医学、营养学还没有这么的清楚。神告诉你，这种不洁净的给你一个观念，不洁净的少碰，碰到了以后怎么处理，对不对？所以里面讲了很多大麻风，其实它里面不是只有讲大麻风，它讲了皮肤病。那个大麻风这个字还没有出现 ，epilepsy 要到了19世纪才有人发现这个病毒，被称为 epilepsy， 对不对？以前不是，就叫皮肤上的病叫皮肤病，关节上的病叫关节炎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你知道以后呢，因为你的医学知识没有这么丰富，你人对整个宇宙里面自然界的事情你没有这么了解，所以神就直接下个命令给你，叫你对个孩子一样，他还小，他3、4岁，你就直接下个命令给你，你不仅准进厨房，你没有办法跟他讲理由，讲也听不懂，对不对？但对于30岁的人，今天你不准进厨房，一定有个原因在，你已经120公斤，你还要进厨房吗？对不对？有一个原因在那边，你可以跟他解释。但小孩子不要跟他解释，因为他是嘛不懂。所以那个时候的知识科学没有这么的好，神直接下命令，有了皮肤上的问题，有红的啦，有脱皮的啦，有溃烂的话呢，你不知道，你去找谁啊？找祭司。所以那个时候祭司也是医生，也是法官，一肩数职。对不对？所以祭司也是法官，又是医生，又是个宗教的领袖。所以你皮肤上的问题，祭司看一看。祭司也没有上过哈佛大学医学院，他为什么能够判断？神的教导，因为他读圣经，敬畏神很重要。第二，他有老师，是不是？老师教他做祭司，几岁开始做祭司啊？20岁开始，不是
学习5年，25岁做到50岁就退休做顾问，整个有个系统在那边的。说我们有没有系统，有没有学？我现在开了新的教会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需要很多的同工一起来帮忙做这个约柜的事情。所以他除了敬畏神，从神得到，他也有一脉相承啊。我今天教你，你教他，就一脉相承嘛。对不对？他学的比较好，那他有时候看不准的时候，说他还不知道他有毒还没有毒，会不会传染？好，先隔离3天，是不是？这符合科学的。3天再看看，哎，有进步了啊，回家去。没有进步，哎，越来越厉害，隔离7天。隔离7天一看，啊，越来越糟糕了，不行了，到最后要到城外去隔离了。对，这跟我们的SARS一样嘛。对，发个烧在家里居家隔离嘛。对，不行的话，去到医院一检上分类，在家务病房隔离嘛。对，如果还再不行的话，就到太平间隔离嘛，对不对？最后就死掉了。这个跟我们的医学有关系，所以利未记要好好的看，跟我们的生活有关系。那利未记总共一共27章，写了多少的时间呢？1个月。1个月的时间写了27章，所以它东西一定很什么？很细。创世纪从亚当一直讲到约瑟一副棺材，总共讲了2336年。这么长，只有50章，所以写的东西一定什么？比较粗，比较粗就比较大略，但该讲的都讲了。那利未记只有27章，因为什么？只有讲1个月的时间。你所以看到这么多事情，只有1个月的时间，所以里面东西很细，他重复讲。为什么？神跟摩西讲，摩西再跟百姓讲，所以你看到利未记这么几个重复，一直重复呢，所以你没看清楚。所以你看人事时第1步你就清楚了。第一次讲是神跟摩西讲，第2次讲是什么？摩西跟百姓讲，可能第3次讲是摩西跟特定的人物讲，对象都不一样。所以你看下去，其实你就很有意思了。所以讲利未记大概就是这几个重点，5个记。你的会幕怎么做，对不对？你的会幕里面有分外院，有圣所，有至圣所，有祭司的衣服，大概就是讲这几个东西。其实走出埃及记也讲过，也讲过。但利未记就是直接就实行，到民数记的时候呢，一边实行一边学习。那我今天讲到这里，好吧？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。那我们现在大家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。